2022年11月，美国 OpenAI 开发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网络上一发布，短短的2个月内就吸引了上亿的用户去使用。Instagram 用了2年半，就连曾经火爆全网的 TikTok 都用了9个月。为什么 ChatGPT 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它和以往给你调闹钟、打电话的语音助手不同的是 ，ChatGPT 能够像人一样理解和回答你的问题。它还可以给你一个很准确，甚至是你都想不到的答案。除了回答问题之外，它还可以写简历、写歌，甚至是写一段代码。虽然 AI 很早之前就有，但是像 ChatGPT 这种能力的 AI 还是第一次出现。很多人用过之后都有一种感觉，觉得它就像一个神，什么问题都懂，都难不倒它。微软和谷歌这2大科技巨头都意识到，这个技术将有可能彻底颠覆现有互联网的格局。于是，在今年1月23日，微软继续押注100亿美金在 OpenAI 上，并且他还计划将旗下所有产品都整合进 ChatGPT 的技术，像云服务 Azure、办公软件 Office、设计软件 Design 等等。微软这些用户很快就能享受到 AI 技术带来的各种便捷和好处。你想啊，以后老板让你写个 PPT， 跟你说，小陈啊，今天我们有一份产品计划书要写，也不是很着急，今晚做好就行了。在以往，你肯定在网上这个查那个查的，要是你有了这个 ChatGPT， 你跟他简单说2句话，那你这个报告书就完成了。那老板还不赶紧给你升职加薪吗？也正是这样，微软在这次 AI 竞赛中领先了其他巨头一大截。谷歌看着微软这边搞得风生水起，这哪能坐得住啊？谷歌的总裁都立马连夜赶回公司，他们发现这个 ChatGPT 竟然可以通过自家的 Level 3工程师的入职测试，这个岗位的年薪可是高达18万美元。于是他们赶紧开会密谋对策，一方面投资 ChatGPT 的对手公司，毕竟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嘛。另一方面，又掏出自家还没有完全研发好的聊天机器人 Bard 跟他正面对抗。那华尔街的大亨呢，也十分看好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它相关的股票近几个月也在不停的涨。比如说，人工智能制造商 C3AI 今年已飙升超过 133%， 人工智能语音公司SoundHound股价上涨约 115%。利用 OpenAI 来管理平台内容的数码媒体 BuzzFeed 上涨超过 190%， 给医疗保健、政府提供服务的 BigBear AI 股价上涨了约6倍。ChatGPT 不仅影响科技圈和金融界，甚至还影响政治圈。以色列总统埃塞克·赫尔佐格在2月初发表了一篇演讲，他透露说，他演讲稿的部分内容是由 AI 创作的。那么 AI 技术真的会彻底颠覆我们现有的世界吗？很多人都在担心自己的工作会不会被 AI 代替，那你其实是不用担心的。你不需要有一家 AI 企业，也不需要懂 AI 技术的原理，你也有机会成为百万富翁。具体怎么做呢？别急，接下来就好好跟你捋一捋。假如现在时光倒流，并且你还可以长生不老，你回到了古代，正好有2个部落正在打仗，你看到当时的人传递信息需要翻山越岭，还累得半死不活的，你突然找到商机，你养了很多鸽子，通过动物帮助他们传递消息，赚了很多钱。过了70年后，来到了第1次工业革命，你注意到瓦特改良了蒸汽机，于是你又挖掘到商机，组建一支团队，利用蒸汽火车帮别人运送货物，又赚得盆满钵满。又过了70年，来到了第2次工业革命，你看到爱迪生发明了电灯泡，于是你做起了卖电灯泡的生意，供不应求，又赚了一大笔钱。又过了70年后，来到了第3次工业革命初期，这时候刚刚出现计算机，你注意到人们会通过网络去交换信息，于是你做了一个网页，开始卖货，反响特别热烈，你的财富比以往任何时候增长都还要快。你有没有发现什么规律吗？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几次工业革命中有2个共性。第一，每次工业革命的时间大概相差70到80年。第二，每一场革命都有一项核心技术，如果能在早期将它利用起来，为你所用，你就能够创造巨大的财富。现在距离第3次工业革命计算机的诞生已经过去了70年，
一场新的科技革命已经悄悄到来了。而这次革命的核心技术会不会是人工智能呢？但总的来说，使用新技术的人将会变得非常富有。那不同的人该怎么使用呢？如果你是学生或者已经参加工作的人，你要当心了，因为早期工业革命的机器会让大批工人失业。同样的，现在的人工智能也会让很多做简单思考的职业消失。比如初级新闻记者，有报道说，美联社90%的文章都是用 AI 来写的。相信这个岗位在未来会慢慢的消失。未来甚至也不需要很多的司机，因为人工智能最终会替代人去开车。虽然 AI 会让某些岗位消失，但也会诞生新的岗位需求。根据 IDC 在2022年发布的全球人工智能支出指南数据显示，2021年全球 AI 总投资规模为929亿美元，2026年预计增至3014亿美元，5年复合增长率高达26.5%。而且 IDC 预计2026年中国 AI 投资规模有望达到267亿美元，位列全球第2。也就是说，未来几年人工智能产业还会继续发展，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慢慢布局，对人工智能会有更多的需求。然而，与世界对 AI 的投资火热程度相比， AI 技术人才却十分奇缺。根据陌陌2022年发布的人工智能数据图鉴显示，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供需比处于较低的水平，企业求才若渴，开出的普遍薪酬最低4500美元，最高可以达到1万美元。如果你有机会转行到相关的岗位工作，相信你未来的前景和收入都会非常不错。如果你是一个企业家，你不懂得计算机，你不相信 AI 技术的话，要是你的同行使用 AI 来规划生产，相信它的效率会提升得很快，而你的竞争优势就被削弱了。前谷歌高级资深研究员吴军写了一本著名的书，名叫《浪潮之巅》。这本书里就总结说，其实在历次工业革命中，大部分受益者并非来自核心技术领域。比如在瓦特时代，整个欧洲没有多少人懂得热力学原理，但是从英国到西欧，很多人都受益于工业革命。那在爱迪生时代， JP 摩根完全不懂得电的原理，却受益于电的使用，让他创立了美国通用公司。同样的，今天我们所熟知的贝佐斯、马云等人都不会写程序，甚至用电脑都没你那么精通，却都成为电商巨头。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你不懂计算机而认为自己无法从人工智能中获益。如果我们回顾互联网时代，想一想滴滴和 Uber 是怎么来的，是不是传统出租车加上互联网？再想想淘宝和京东是怎么来的，是不是传统超市加上互联网？诶，你发现规律了吗？如果将现有产业加上新技术，就诞生了一个全新的产业。换句话说，如果你能够想办法将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你现有的产品和服务上，你就可以比同行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有的观众可能会问，那人工智能加上什么产业可以变成新的产业呢？就在前不久，创造了 ChatGPT 的 OpenAI 宣布启动一个1亿美元的创业基金，主要用来投资一些早期的人工智能公司。除了资金之外，被选中的初创公司还将提前获得未来 OpenAI 技术的支持。我们可以参考 OpenAI 重点投资的几个领域来找到创业或转型的方向。首先，第一个 ，OpenAI 投资了一款叫 Descript 的软件，它就是将 AI 和视频剪辑结合起来。Descript 可以让用户像编辑文本一样制作音视频，而不是通过以往的轨道或者波形来呈现。它有一个像幻灯片那样直观的界面，这意味着将来视频制作将会越来越简单，内容创作不再是专业人士才能完成的任务。第二个是一款学英语的软件 Speak， 显然它就是学英语和 AI 的结合，它能让 AI 外教和你面对面进行实时准确的英语交流。Speak 首先在韩国推出，非常受欢迎，不到1年时间就获得了超过100万次下载。它在苹果应用商店的教育类目下排第1名。
相信随着 Speak 支持更多的语言之后，将来会失业的不仅是英文外教，可能还有法语外教、西班牙语外教等等。第三个是一款名叫 DALL-E 2的图像生成软件，它的神奇之处在于，你只要输入文字描述，它就可以无中生有的给你一个图像。生成的图像不但效果精美，画面内容还非常贴切文字描述。比如我输入穿着宇航服的柯基在月球漫游， DALL-E 2给出了下面这些图。当我让它以素描的形式画的时候，它又给出了下面这些图。或者你还可以要求以毕加索的风格来画，然后你就会得到这样的图。其实人工智能还有很多商业机会等待挖掘，因为很多 AI 工具都是近年来才推出，包括 ChatGPT 的发布也就才过去了几个月。如果你能够留心生活，同时又知道这些 AI 工具能做什么，那你就很有可能找到新的应用场景。如果你是一位投资人，相信你已经能从网络上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人工智能的热度以及它所带来的变化，但是你又害怕万一投资错误，损失一大笔钱，那怎么办呢？其实无论是中国市场还是美国市场，人工智能技术还在不断突破创新，新的应用场景百花齐放，而它行业内的竞争格局一直在不断的演变，远远还没有达到稳定，形成几家公司垄断的阶段。所以从投资的角度来看，早期投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因为说不准你现在看好的那家公司，第二天突然有个新技术出现就被颠覆了。因此目前可以多关注新兴领域的表现，以及看看消费者对哪个产品更加喜欢，不着急投资，等盛佳产生后再买入也不迟。吴军在他另一本书《智能时代》说过，在历次的技术革命中，一个人、一家企业，甚至是一个国家，可以选择的道路只有2条，要么加入浪潮，成为那2%的胜出者，要么观望徘徊，被淘汰。这也是我们做这期视频的目的，我们希望帮助在看影片的你，加入浪潮，成为那2%的人。如果你喜欢本期影片，欢迎你点赞和订阅我们。你的支持和鼓励是我们继续创作更多优质影片的动力。好了，这集影片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